所以这些未尽之事都是有一些东西等着你慢慢的去探索，也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叫做自我接纳。因为当你身上有别于不一样的肤色或者是色块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第一件事情都是自我怀疑。在这个时候呢，他第一个挑战你的信念就是即使你跟别人不同，但你敢不敢全然的接纳跟爱自己呢？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我是月月，在这里我会陪大家升级你的意识，透过了解地球的游戏规则跟宇宙的运行法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 OK，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是有关于我们身上的所有印记，包含痣啊、刺青啊、胎记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会录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就是最近我身上留下了很多印记嘛，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为什么这些印记它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出现在我身上，跟在很多人的生命体验里面，可能你们也有过脸上有一些痣啊，然后或者是身上有一些胎记，或者是说你到某一个年龄层的时候，你突然好像想要拥有一个刺青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在我们身上能量层的运作到底有哪一些？这就是我们今天会聊聊的主题。 OK， 我现在问问好了，你们身上有痣或胎记吗？我好像没有特别有印象的是哦，都是普通的小痣。像是哪里你最印象深刻的小痣？小痣是脖子上的小痣。你脖子有痣哦？有啊，脖子有一个痣。哪里？就是我看到了。对，但都这个算偏大，我身上都是很小很小的痣，所以没有太多的大到很显眼，你会发现它存在感都蛮低的痣啦。OK， 30嘞？我身上大概只有老人斑吧。你真的没有痣吗？没有，我没有痣。好酷哦。我屁股上好小，之前好像有胎记，但是现在好像就消掉了。对，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会消失。 OK， 好因为呢我身上应该算痣很多的人吧，没有到超多，但是也是蛮多的。就是像我的手这边就有1、2、3、4个痣，我手掌心也有一个痣。手掌心有痣？对啊，我手背有痣。看一下给大家看。然后我其实最喜欢的是我脸上的痣。你们有发现我脸上有痣吗？在哪里？很明显你们你说居然没脸颊发现？上的吗？在这里，我这里有一颗痣。你们都没发现吗？我现在用肉眼看其实没有很清楚，我在镜头看应该看不到，可能是用化妆吧，它被盖过去了。然后我的大腿有一个胎记。一片胎记。一片多大片？我的掌心这么大吧。可是你要仔细看才看得到。所以它是深色的胎记。对，它算深色的胎记。没错。然后呢，除了像是胎记跟痣这些东西，它都是先天出现在你身上的嘛，那还有一些印记，像是刺青是我们后天选择的。像我自己身上就蛮多个刺青的，然后我们家30的刺青是整片手包手是非常非常漂亮跟很有意义的，整个故事都在他的右手臂上的。我觉得等一下你可以秀给大家看我在分享我的刺青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刺青给大家稍微分享就好了。我只想让大家看到有多美，但是这个整个故事线可以你自己知道就好了。等一下露哭又哭了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我们身上的印记，它到底带着什么样子的设定在能量上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先来讲痣跟胎记，因为痣跟胎记就是先天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嘛。这一些印记呢，它在我们的身上都并不是随机生长的，而是它在每一个位置都有它相对应代表的能量意义，跟它出现在你身上，它其实是会带给你一些影响的。痣跟胎记它其实就像是我们灵魂投胎前在你身上立下的一个坐标，那这个坐标主要是要来设下什么呢？这些痣跟胎记它在我们身上的位置通常都是能量流动的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它又同时包含可能来自于你前世要去修的功课，然后跟你前世很强烈的记忆，它为了让这一世的你虽然不记得过去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当你想到跟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会有一个下载的能量出现，然后这个能量也会帮助
跟影响相对应那个当下的你。比如说有些痣在中医学或者是说在其他的专业上来讲都有它不同的定义，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来说这个痣的好坏，而是来说这个痣它出现的原因跟要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提醒。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古人面相上面会看痣点在哪里吗？会哦，对啊，就是说痣点在哪里会你的面相会长怎么样，会那个也就是来自于你刚刚说的有点像是说能量的问题。对，只是古人把它统计成为面相这种感觉吗？没错，因为其实就很像是一个人他皮肤的深色跟浅色就会影响到他整个能量流动的感觉，但深色跟浅色其实并没有好坏，那痣存在在你的身上也是会影响到整个能量的流动状态。我们就讲痘痘好了，你看有几颗痘痘在你脸上，你都会觉得脸上可能有一些不和谐的状态，所以因为你今天你这个痘痘长超大的好厉害，这真的是大排毒但你就不理他，对不对？他今天早上就爆了这样，今天早上就爆了。OK， 那就让它慢慢的爆掉吧。然后你今天一直注意到是吗？没有啊，就是如果人的脸上有一颗大痣或大痘痘，那个是你 focus 的点，所以你看到他脸的时候，你就先看到那个东西。没错没错，好好笑哦，的确是。所以在以前古时代的时候，其实脸它就是一个对外展示的能量出口嘛，所以这个能量出口就很像是一个光点一样，你看着他的脸，你就会专注在他的这些重点上面，所以容易吸引别人注意，也同时会影响你的人际互动的模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开始去分析脸上不同的痣它同时又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比如说贵人痣啊，然后美人痣啊，然后 blah blah 有的没的痣，桃花痣啊，没错，那其实都是有原因的。那每一个痣其实我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跟大家说到底每个字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这也不是今天 podcast 的目的，可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分类方式，是一样用脉轮去分类。我们人有7大能量中心在我们的这个躯壳上嘛，所以从海底轮一路往上到顶轮，它分别都掌管着不同的能量跟意义，所以你可以去观察，比如说脸它的能量好，额头往上中间这边就是眉心轮跟顶轮能量中心，所以你的痣长在这个区块，同时也代表着这边的能量启动的状态跟讯息。然后比如说你有些痣长在喉咙，那它有可能其中一个代表就是在这一世的你在喉轮的运作上面是被标记的，那这个标记到底是要让你讲更多的话还是让你讲更少的话呢？那个每个人又不同。那比如说在肚子上，在肚脐上，它又跟脐轮跟胃轮有关系，所以大家都可以用脉轮的方式去简单的分类说，其实那一颗痣长在这个位置全部都有它的原因。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想要把痣点掉，为什么会想要把痣点掉呢？在能量学的角度上，这个是物理性的能量转移。比如说在你的脸上的痣，它有关于你是如何被这个世界看见，跟你想要展现如何的真实样貌给别人。那某一颗痣，有些人跟你说它好像有点影响你的面相，如果你觉得它会影响到你，你就把它点掉，因为呢它只是物理上的印记而已，那个本身的能量流动还是会存在在你的身体上。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有这样子的经验，是我今天把痣点掉之后，他突然在某一个区域又多长了一颗新的痣。我相信有人有这样的情况，刚好你有这样子的经验的话，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痣它就像是一个能量的入口，那这个入口你就算物理上把它消灭了，它一定还会用别的方式在你身上打开另外一个入口出来，所以它只是一个面貌上物理上实际上你看不看得到，完全不影响你那个能量的显化标记是什么。就很像是今天你的车子的仪表板跟你讲说你的引擎坏掉了，所以它不是就是闪灯闪灯闪灯吗？然后你就想说天啊，闪灯实在是太麻烦了，那我就把那个闪灯的那个灯泡把它拉掉，
所以你就看不到了嘛，对不对？它没再闪在你面前了，可是不代表你的引擎是好的呀。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概念，你把痣点掉不代表这个能量它就被你停止了。如果今天把痣点掉，它其实还有一个能量会产生，叫做心理暗示。如果你在看你身上的痣，你觉得好不舒服好自卑，让你感觉到浑身不自在的话，那点掉这个痣最大的好处是你心境上的转化，因为你肉眼看不见，你就不会去定义它跟认为它是好与坏。所以当你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变美了变顺眼了，你的自信频率提升了，那它一定会帮你改运。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你把这个痣点掉就会帮你改运，它的背后的运作逻辑其实是这样的。 OK、那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那反过来问，就是你真的要把那个能量消除的话，有做法吗？修行吗？或者是就是痣本身的能量，它是一个你灵魂在物理界留下的一个节点，所以如果你要消除它的能量，你要回到源头去消除它。所以就像是我说的嘛，我们在能量上，我们永远没办法用物理性的东西去消除任何东西，因为能量守恒定律这件事情，它永远不生不灭，可是我们可以转移它，那最好的转移就是改变它的振动频率。所以改变它的振动频率不是把这个东西拿走它就改变振动频率，而是本质上你注入它的意念是否改变了。假设好，我今天痣它的本质在我身上，它可能代表着启动或者是淤塞，这是有两股能量的痣在你身上，它淤塞了你的能量，那你就可以去感受跟思考说，也许在过去的生命经验当中，在这里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卡住了。我刚刚会跟大家分享说，用脉轮去分类自己的痣的位置，就可以比较轻易的去了解到它的议题是什么。我当然会教大家怎么样子去感受你身上痣带给你什么样的能量。那你知道它的议题的时候，比如说好喉轮，你在喉轮这边有一颗痣，那如果它带给你的是不敢说真话的课题，那很好啊，那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开始去实践这份力量，怎么样子去让自己说得更真，就会把原来卡在这里的能量给流动起来。你就会发现，当你不再需要透过这颗痣，也就是说这个三维世界的物质点来提醒你的时候，这颗痣的颜色也会变淡跟变小，甚至会消失，它在你身上就不再具有任何的力量。那痣的大小跟能量的大小会有关系吗？会的。痣的大小跟能量的大小有点像是我刚才在强调，它是物质界的提醒你嘛。所以如果一个东西它特别的大特别的显眼，然后特别的亮，它是不是就是提醒你，让你看见的几率就更高？就是一样的概念。所以痣会越长越大，也是表示说那边能量越来越不平衡。会哦，是的，痣它是一个蛮好的判断标准的。可是30刚刚说能量不平衡，它的越长越大会是能量不平衡吗？还是说它其实能量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把它分类为影响你的比例，跟它在你身上的影响力有多大。比如说如果这颗痣是好的呢，我刚刚强调痣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只是呢，好，我们讲雀斑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对于雀斑的定义是很两极的声音的。有些人好喜欢他的雀斑，有些人是没雀斑好想要雀斑，有些人是好讨厌他的雀斑，对吧？当你对于一件事情有越强烈的情绪，它就会显化在你的脸上越明显。所以它的大小它的颜色其实不是因为好与坏，而是强大与弱。所以当你很喜欢你的雀斑的时候，它就会在你脸上长得非常漂亮，甚至在发亮。当你很不喜欢的时候，它也许就会用你完全不喜欢的方式呈现在你脸上。别人看到你的雀斑也会觉得，哦，你雀斑好明显哦，也会注入一些负面的能量在你的脸上。所以那个大小跟颜色比较像是它在你身上是如何更强烈的影响着你。没错。那问题吗？没有问题，我继续讲下去了。那我讲一个特殊案例好了。我们其实会看到某部分的人，他们脸上或甚至是身体有非常非常大片的胎记印记，甚至是布满整张脸。那他走出去的时候，当然这个大印记会让所有人的焦点都在于他。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看这样子的人？就是应该说他为何会有这样子大片的印记？那我们可以怎么说明这件事情？印记呢，尤其是大
大的印记，它在我们身上也代表着巨大的能量储存区，所以是有一股很强烈的能量对应在那一个区域的。好，比如说脸上、身上、屁股，因为我的印记是在大腿上嘛，它同时就是代表着对应那一个区域的能量中心。那它代表着大片的能量，也代表着很强大的原始动能跟还没有被处理过的资讯，所以它会出现显眼到一个不行在你身上，所以那里的能量的密度会比其他的皮肤还要更高一点点。还没有被处理过的像是什么？有点像是今天你在灵魂投生前，你要刻意在那里学习的功课。就像是我刚刚说的，如果你在你的脸上有特别特别大的印记，那脸它要代表什么？我们面对外界世界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也代表着你展现给别人的样子，你是想要如何被世界看见。所以也许在他上一世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我举个例子，非常在意他自己容貌的人，而形成一个强大的执念，然后他没有学习完这个功课，所以在这一世的时候，他也许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他面对他自己。有些人的剧本是这样的，他可能前世是个超级大美人，然后脸上很干净、很漂亮、很舒服，可是他并没有珍惜这份面貌，反而依然有很强大的自我怀疑。所以下一世他可能就会想要体验，那不然我脸上就是让你长得超级无敌奇怪，直到你真正接纳你自己。有些时候我们身上的胎记也是因为那里有一些需要被处理的资讯，就是来自于这样子的资讯，所以有点像是它在我们身上会是一个，好，不然我来聊聊胎记好了。胎记它跟痣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是胎记它通常是代表着未尽之事。所谓的未尽之事呢，就是你上辈子没有处理完的议题，然后留到下辈子去处理。在很多传统的观点里面，也有人说过，胎记是你在前世灵魂去脱离肉体的时候最强烈的撞击点。那这个撞击点可能马上大家会想到说是不是出了什么车祸啊，然后就是这边淤青的这样子，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概念。也就是说你带着很强烈的执着跟不适，把能量聚焦在那个区域，所以你下一世投胎的时候就会显化在你的皮肤上面。所以这些未完成的标签都会为了要让我们去快速通关。什么叫做快速通关？因为你一出生你就要面对这个印记，所以它会让你优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当你优先处理它的时候，你处理这个你更敏感的东西，那你的在这个课题的成长速度就会比前一世的你还要快非常非常多。所以当我们真正去解决那些源头的时候，印记其实会慢慢减弱的。那其实不同颜色的胎记它也代表着不一样的能量寓意哦。好酷哦。像你们应该有看过一些胎记是蓝青色的，就有点像淤青的那种，对，或是朱红色的，对，不同的，连痣也有朱红色的痣哦。对，好，那我来聊聊蓝青色的印记呢，它其实跟我们的星际记忆有关系，像是来自哪个星球的意思吗？对，没错，这个印记也是提醒他你来自哪里。有些蓝青色的印记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它出现在你身上也是为了让你永远记回你是谁。你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找回你是谁，然后运用那个你的天赋在这个世界上活着。那再来就是咖啡色或是深色的斑块，在一些能量上面，其实这些斑块也代表着灵魂家族的契约。在这个斑块里面，它其实有大量的讯息可以去解读的。所以如果你身上有一些印记的话，我们都有能力尝试去解读，打开这个契约之书。那这个契约通常都是你履行你的合约跟展现你天赋的能量点。OK， 那一样去对应它的部位就有它的原因。然后再来就是红色的印记，红色它其实就代表着强大的生命力跟生命蓝图。当你那一块有非常强烈的红色印记的时候，就代表说你有一个还没有被发挥的创造力，跟你有很强烈的爆发力在这里等着被你打开。所以当你学会尊重这股能量的时候，你的成长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所以这些未尽之事都是有一些东西等着你慢慢的去探索，也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叫做自我接纳。因为当你身上有别于不一样的肤色或者是色块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第一件事情都是自我怀疑。在这个时候呢，他第一个挑战你的信念就是，即使你跟别人不同，但你敢不敢全然的接纳跟爱自己呢？这个就是有印记的人会要去学习的东西。那没有印记的人不会没有印记，每个人都有印记哦。但是你说就是没有胎记的人是不是？对，就是没办法发现自己的功课在哪里的人。每一个人去发现自己功课的方式都不同，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今天每一个人出生来到这个地球，他所玩的游戏关卡都不同。所以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是要从我皮肤上面的东西来去自我探索，有些人可能需要从其他层面，比如说生病来做自我探索。每一个人的初始设定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胎记至印记它就只是其中一个初始设定而已，它有好多个不同的关卡可以玩。那如果你身上真的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痣啊、胎记啊，然后没有任何的痕迹的话，那这也代表着一件事情，是你是一个全新的画布，你是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的灵魂设定就是给你极强的灵活性，所以你可以不需要去带着前世的印记去特别完成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你在这一世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任何你想在这个画布涂鸦的任何东西。也是有人有这样子的设定，不过我刚刚会说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身处的此刻的世代，现在刚出生的宝宝有很大的机会他们是白纸，但是在过去我们还在处理业力的因果循环的我们身上还是蛮多印记的。但是未来是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出现，那也有隐形的印记啊，像有些人的印记是在以太体上在他的气场里面，他的气场可能有些特别的纹路，然后跟一些特别的流动感，这个是可能能够阅读得到气场的人会有蛮明显的看见的。所以每个人身上多少都还是带着蛮多的印记的。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都可以回头去看一下镜子，如果你身上的痣、你的胎记是那种亮晶晶的黑，那恭喜你，你这项技能其实是满格的状态。然后如果它看起来有点灰灰浑浊的，那它也不代表什么，也不是觉得你这个坏运发生了，只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说，那的确现在这股能量有点卡住，那你就给它一点关注，然后去看见在这个点上面有没有什么要去学习的东西，这样就好了。OK， 好，我们刚刚讲的痣啊、胎记啊，它其实都是我们在灵魂投生前的天生印记嘛。那后天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刺青，一个叫做伤疤。OK， 那这个刺青跟伤疤它又代表着什么？这个刺青跟伤疤如果用一句话，它代表着这一个游戏玩家他在后天的时候自己主动下载的能量扩充包，而这个扩充包都代表着每一刻你当下频率所做的存档，它对齐了你想要对齐的能量。所以后天的这一些伤疤跟刺青其实在你身上都是很棒的印记之一。那有没有那种少年懵懂时大刺特刺，然后才在后悔的刺青呢？那是肯定有的哦。那这种刺青它所呈现出来的能量又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刺青会锁住你的能量，刺青会让你的身体能量不流动。这个东西都还是回到一个核心，是当初你在刺青的时候跟此刻你看待这个刺青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想法、态度、感受去看的呢？它就会影响到这整个刺青在你身上所流动的状态。刺青在我们身上呢，就很像是你身上的这一个设定里面加上了一段不可删除的代码，因为刺青它是半永久的嘛，随着时间其实刺青还是会淡掉在你的皮肤上，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半永久的印记在你身上。当你刺下一个对你而言有深层意义的符号，那这个图就会在你身上设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能量锚点。举一个例子，我这边的金刚杵，它的能量寓意是带给我守护跟预防跟力量。当我在很有力量的时候，跟为它设下一个非常非常有强大能量的意图的时候，我把它放在这里，
每当我感觉到脆弱，我看回这一股能量，我就会被这一股能量的力量给共振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刺青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能量锚点，它能够帮助你瞬间拉回这一个刺青你赋予它意义的能量状态。所以刚刚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懵懂无知然后后悔的刺青在自己身上，如果你在每一次看到这个刺青你都是后悔的，跟你都会回想到青少年懵懂无知的自己的时候，那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能量？你会被共振回什么样的频率？被共振回冲动的频率。对，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很棒啊，就如果你后悔了你就可以去雷射掉，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不要去刺青，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会不会后悔，对不对？给大家刺青前一个蛮重要的提醒是，就像我自己在我身上的刺青好了，我的人生的第一个刺青是我想了2年我才把它刺上去的。那在这2年，当时的我想刺它只是一个想法，可是我对于这个想法其实还没有什么太深的感受，直到2年后很突然跟很偶然的一个时机点，我就刺青这件事情又回到我的生命当时的选择当中，然后我看回我2年前想要刺的图，也是可以很深的感受到这个东西在此刻的我放在我身上会带给我极强大的力量，然后我才把它刺上去的。是什么？这个刺青这个刺青是我的但我第一个刺青其实是在我背后这里。对，这2个刺青都是2年前我就想要刺的。那我背后有一个佛眼，然后是尼泊尔的佛眼，然后这里呢是一个流动的能量，然后在这里有个阴阳的图，然后这边是流动的水，然后这里有个蛇的尾巴，因为我自己生肖是属蛇，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刺上去。我在刺上这2个的时候，直到现在我每当看回这个刺青，我都会不然我跟大家先讲讲我这些刺青的意思好了。我为什么会想要刺青在脊椎身上呢？其实我的脊椎有一整条的刺青，然后我第一个刺的是佛眼的全知之眼。那我会想要把它刺在脊椎身上，是因为脊椎它是整个能量的中区的脉都是在脊椎这里运作的，所以我把一个能量印记放那里，也是在提醒我想要如何使用这股能量。那我放的这个全知之眼呢，它其实对应的是我的有点颈部喉咙的就整个颈部的中下方一点的位置，所以它是在活跃我的喉轮，它会让我去开启我在喉轮后方的能量门户，也是在提醒我说我现在在做的疗愈它并不是要让我被看见，而是作为这个上天最慈悲的管道，然后让我可以用全知的方式去看待所有的生命体验。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一个的刺青是在我2年前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流动状态，因为我选择了橘色跟蓝色嘛。那橘色跟蓝色它又代表着创造力跟显化力，每当我看到它在我身上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我的生命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而这个蛇的尾巴也是在提醒我要像水一般，像蛇一般时常保持流动。当我心中有一股执念出现的时候，我看回这个刺青都是在提醒我说我就是如此的活跃跟流动，请放下那一些不必要的执着，因为它会让你整个人卡住。当然我身上还有不同的刺青，也代表着不同的能量意思。的确在我刺青到现在，我并没有后悔任何一个图，而每一次我看一次都觉得哇，实在是太美了就觉得哇，我的身上的这一些印记都代表着好多意义，而这些意义都支持着我此刻的信念，所以它对我来讲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来源。那30你呢？你在刺青的时候到现在它对你而言的意义？因为就是从应该说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小时候到去年前都没有什么过多的伤痛经历。你说肉身伤痛吗？因为心理也是、生命的对生命的伤痛经历，就在去年1年之间就是啪突然全部显化出来这样子。对，然后我会觉得这是我像是重生的1年，对，所以我会想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手上。
所以每当你在看回你的手的时候，你觉得如果用3个关键字去提醒自己，你被提醒的是什么？归零，然后重生，然后还有爱。我其实在你身上刺青感受到的也有感受到这3股能量诶。就的确我在看你的刺青的时候，反而它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安定跟慈悲的能量，因为它是刺，我觉得你过来你给观众稍微看一下它是刺整只手，可是你却可以感觉到一股很温柔的力量在那边。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整个手臂，然后你这样转，它每一个区块都代表着它活到今年40年的生命经验，超级无敌强大的力量。所以就是观众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你在看到他的刺青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所以刺青它并不是像我们传统所看见的那种刺半甲那种很凶啊，我就是要很悍啊的这种印象，它是可以投射出完全不一样的能量频率的。所以呢，刺印记在自己身上，它反而会帮助我们去将你的信念具象化出来，而这个具象化会让你透过你的肉眼看到之后，给你更强大的心。而且对于边界感感到模糊的人啊，刺青其实会保护你的能量的，它其实会让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是我在我身上赋予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我们看到有些有刺青的人，你会觉得他有点距离感，这是好事，是真的，因为刺青会扬起你的边界。那当然你扬起这个边界的意图是出自于恐惧还是出自于我爱我自己，他的这个边界感的锐利程度别人也会感觉到差别。那如果是那种他觉得刺了觉得自己很屌的这种，那你也感觉得到，你就会知道所以呢，每一个人他所赋予放在自己身上的东西一定都有他自己的意义，而看的人其实多少也都是看得出来的，但我们不用去刻意的丑化跟恶化好像刺青就是不好的这个集体意识当中。那当然刺青它有没有会让我们能量干扰跟封印呢？我也要老实跟大家说是有的。但回到源头都是你是如何使用它。我举例来说好了，当然墨水它在我们的皮肤上，它会稍微影响到我们的经络的流动，它的经络可能会跟你原生的流动状态是不一样的，可是它在能量层上面反而会帮助你去流动更庞大的力量。我也要说，就是当我们在刺这个青的时候，比如说你是失恋，你是很心碎的时候，你是觉得呵的时候去刺这个青的时候，你会把那个碎掉的能量封印在里面，那也是会让你不小心持续跟那一段的创伤共振。怎么样？你为什么笑了？你想到谁？你想到30吗？我吗？我其实的确是有刺的时候，的确是创伤的状态当中。但是因为当看到这个创伤的时候，我会像每次洗澡的时候，我就是一边洗会对这个地方会特别去念往生咒。你懂吗？就是我会不停的，这是我自己的洗澡仪式，就是我会不停的洗它，然后我要念往生咒这样子，然后它就会变成说是一种我好像在给我儿子礼物的感觉，所以我才会觉得你的刺青在发光啊。就是这种感觉啊。没错，失恋的时候去刺青真的不好嘛？也没有不好，如果你反而从这份情感经验当中重生呢，那这个刺青就会给你重生的力量。所以刺青其实不会锁住你的能量的，还是看你到底有没有越过这个课题了。刺青前你可以好好的去对齐你自己的原则，然后跟自己说，如果10年后你已经进化到下一个关卡了，这个图腾还能代表我吗？你问自己一个这个问题，就像痣一样，你这个阶段的关卡过完，它自然而然就会淡掉。但刺青它不会，可是如果过完这个关卡它依然还在的时候，它依然还带给你力量嘛。如果你现在有个很强烈肯定的能量的话，那太好了，恭喜你。我相信10年后的你还是会很爱它，但你就有点对呀，不知道那也没关系啊，反正现在科技这么进步，雷射掉就好了。所以做任何决定都是要自己能够为自己承担的前提下去承接这个频率的前提下去做的决定。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可以冲动去做的行为。
OK， 其实有时候就是刺青，其实我也是想了很久，就跟你讲的一样，对，就是可能想了甚至10年或是8年，就觉得我身上应该要刺些什么东西那种感觉，就每次听到刺青都会觉得好想刺这种感觉。可是真的到了就是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刺，然后你会知道心里你要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状态就是说是你还没有，应该说还没准备好承接这副能量吗？还是说就刚好这副能量现在是你需要的，然后要下降到你身上？我觉得真的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那一刻觉得说好，就是应该要出现在这里，这个印记就是应该要出现在你身上。这个直觉其实跟我们生活中平常会接到讯息的那种直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份直觉有什么？你可以说是高灵给予你的指示，高灵此刻认为这个印记能够加速你现在的这个议题，而且也适合你整个灵魂蓝图的，因为那一个讯号不会是你的小我给你的，而那份强大的讯号是高灵给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放心的知道说它是符合你灵魂蓝图道路上的一切发生，哪怕你未来后悔，那也是符合你那个时候未来会去承接的东西。如果你有很强烈那个直觉，而你平常是一个跟自己的直觉相处的非常熟的朋友呢，那你的这份直觉就可以值得去聆听。所以呢，我来分享给大家，就是怎么样子去读懂身体的印记，好不好？然后你就可以更知道，无论是你身上的刺青痣还是什么样子的印记疤痕等等的。第一个呢，你可以先用物理的视觉扫描去看见你身上的印记，就把它当作画一样。你今天在阅读一个曼陀罗，你今天阅读一个画的时候，你一定对这个画是有一些感受跟想法出现的，对不对？所以当你在看见你的身上的印记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它是什么颜色的，它的大小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形状的，它是很圆吗，还是有点散呢？那第一个你就先去单纯的看着它，原来你是有一点深色的痣类似这种。好，当你去看见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连接你的潜意识，找个安静的空间，深呼吸，然后看着它，或者是手轻轻的覆盖在这个印记身上，你去感觉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是温暖的，还是麻木的，还是跳动的？那你感觉到的什么样的情绪？当你看见这个印记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脑中第一个浮现的人、字、名字、形容词是什么？那你就可以问他，那你对他的感觉是如何？是开心的吗？是喜悦的吗？你讨厌他吗？还是你很喜欢他吗？这些东西都是慢慢的去了解你跟他之间的潜意识投射是什么。那再来呢，第三个就是去了解脉轮，然后呢去看它对应在脉轮上的位置，那它可能的议题跟讯息是什么。那再来呢，如果你可以知道其实这个东西的源头你知道是什么，有意识的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做功课做努力，然后事后花一点时间去观察它，说这个印记有没有因为你看见了这个议题并且刻意的去练习之后它改变了呢？所以这是一个长期观察的东西。当每个人都对自己产生大量好奇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完全可以从自己身上找到很多的共识性的讯息在你身上。OK， 所以读懂印记不是为了要去预测你身上的好坏，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就是好，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就是不好，不是，而是认识你自己，认回你自己。当你发现脸上有一个你不喜欢的痣的时候，你也完全不需要去对着镜子焦虑，而是对着镜子说原来你这里有一个记号为了让我这辈子是记起来这件事情的。那当你用好奇心去取代你身上这些印记的恐惧感的时候，你身上的每一颗痣它都会从瑕疵变成你的人生导航讯号图，那你就是那个唯一会解读这个密码的人。 OK， 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应该说人的身上如果就是不只是痣或者是斑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它的如果它是有一个固定是很明确的形状，就是比如说像一只猫或者像一只动物或者像某个图腾，像这种东西它是会有特别的意义的吗？有啊，代表你上一辈子养过我的猫。就不知道，但是它是一种可能性的解读，对不对？所以也开放这样子的空间给大家，你可以在 YouTube 底下留言，就是分享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记，然后你觉得那是什么样的意思，然后也许看到的人呢，其他人也可以去感觉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在留言区底下互相交流。
其实我听过，看到网络上一个非常感动的文章，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猫，然后那只猫陪她非常非常的久，然后在那只猫的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胎记，对，然后她在失去这只猫的时候，她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一直直到她结婚生小孩之后，她生出来的小朋友身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印记，然后她对这个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她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她投胎之后回来成为她的孩子。对，她去做了很多就是像宠物沟通或者其他的功课，然后他相信这个孩子是他离开的那只猫，所以我也想问你，就是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吗？是啊是有这个可能的，包括其实有一些我们的源头也很可爱，它其实会在我们身上留下一些你读得懂的印记。有些人的印记是爱心的，它其实就是你的慈悲之心的印记，有些人他的印记是有排列组合的，它其实也都代表着也许是你的星际家族给你的特别的能量讯号，所以其实全部的图腾它都有它相对应的能量讯息，就从此刻大家去了解看看这些能量讯息吧。那我想问，就是在我们身上有些很大的一些伤疤，我们称之为疤痕嘛，那这些疤痕它们是有怎么样的能量？你看哦，伤疤是后天你发生的某一个剧烈的转折点所以所发生的。好，比如说你手受伤了，你出车祸脚受伤了，对，然后你胸口开了个刀，你这里有一个伤疤，那一样回到源头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正在处理那个脉轮需要被处理的议题，那这个疤痕的留下就是在提醒你说你曾经为了存活或者是进化做出巨大的好牺牲跟改变，那它就是来提醒你的，所以其实很多人看见自己的伤疤是觉得很骄傲的。像我自己脚就很多伤疤，因为我小时候是小屁孩运动员就很常出去比赛，然后比各种球跟田径，然后其实我脚超多疤的，我有一段时间是没办法接受这些疤，我就觉得好丑，女生的腿应该要漂漂亮亮干干净净，长大之后我觉得骄傲的嘞，我都跟别人说你看这个疤是我小时候干嘛留下来的哦，所以他反而带给我，他每次我看到这个疤我都回想到小时候那一个奋不顾身，然后在运动上很努力的想要突破自己的那个状态，他反而给我很大的能量。所以伤疤它其实就是你疗愈自己的证明。所以其实有时候只是转个念嘛，因为有些人的伤疤是不愿意去面对的。那为何不愿意去面对呢？就代表说他在这里的能量还没有转完。那加油加油。对啊，因为其实马基他有开过刀，就是你知道他胸口那个时候对，他是胸口开过刀，所以他胸口有一道非常大的伤疤，而且非常非常大的明显这样子。但其实我有问过他，就是说他有没有想要处理掉或他什么之类的，他其实反而蛮坦然去接受这个伤疤这件事情。对啊，是不是他的心其实刚好也是触动到他的心，因为他就是在左胸，就是有点对应心脏的部分，这样就刚好有一道很大很大的伤疤这样子，因为他有一部分被拿掉了这样子。对，就像这种开刀的这种伤疤，或者是肉体上的这种很应该说完全不可逆的伤疤的这种状态的话，也是对应说那时候你缺少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回想起来，或者让你可以更有能力更有能量去补足这一块。没错，是的，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生命经验都会对于自己的过去会越来越有力量的解读，你会随着一次又一次当中去明白这些深刻的体验至于你而言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们真的活过的证明，所以是很美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体验到这一份美好。那我们一样今天来抽一张卡牌来给聆听这期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 OK， 那我们就来抽卡牌了哟。天真，跟大家分享我们抽到奥修禅卡的天真，这个跟我们在录制有关于能量印记也有一个很强烈的共识性。当我们看见我们身上的痣跟伤疤的时候，我们大脑可能往往都会陷入到一个状态，说我觉得这个好丑，或者说我是不是命不好，是不是我怎么样。但这张卡牌天真的出现，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身上的所有印记看成你皮肤上的图画一样，
就像孩子一样的心去观察它，去好奇它，去摸它，去看它，而不是像命理师一样去评断它就是如何如何。所以当我们能够用天真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上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呢，那道伤疤或者是这些印记就不再是不好的，而是你跟这个地球相处的锚点跟能量门户。那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吗？所有的痣，所有的胎记看起来好像不完美的，那其实就是你最纯真的原厂设定。所以呢，录到最后把这张天真的卡牌送给大家，然后这个卡牌都是要让我们去学会像孩子一样的活着，无论你的印记有什么都不需要去觉得它应该要如何，我就应该是要皮肤白白亮亮然后干干净净的，不是的，而是它是你独一无二的一切。没错，OK， 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在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我们都会跟着大家一起聆听最新的 Podcast， 去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奇心跟探索。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的开心，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拜拜，拜拜。Hello， 所有地球玩家们，淼淼学院在今年上半年的所有课程都即将进入到尾声，我们下半年的课程也慢慢出来了呀。我们在8月的学士大山的旅修，我们特别帮大家争取到了更多的名额，所以现在的官网上其实都还有更多的名额可以上去报名。那我们在9月的时候呢，也帮大家争取到更多的颂钵旅修的名额了。我们会带大家去尼泊尔颂钵的发源地，打开一场声音的7日旅修。我们接下来下半年的课程也都出来了，并且即将上架到官网。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会开一场西藏的旅行团，我们在11月的时候会办不同的课程，然后12月的时候，12月初会带大家去清迈，12月底的时候会带大家去巴厘岛跨年。那这些资讯呢都会即将上架到官网，你们可以随时锁定官方 LINE。那如果你是海外的朋友的话，我们也有 WhatsApp 的联络管道可以联络到我们。那所有的地球玩家们，我们就下半年见喽。